我们来带大家看联发科为什么我敢在这边大胆的预言，这边可能是一个抄底的点位。我看的就是这个均线这个指标。后面我相信大家也看到联发科神奇涨幅了。Hello， 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5月4号周一的晚上9点半。在我频道初期的时候，我有拍摄一部影片，那部影片的标题叫做破解移动平均线的秘密，让你赢在股市。这是我刚踏入 YouTube 的时候所创作的，所以那一部影片的内容品质，说实话没有很好。但我现在大概创作了半年了，也有定期的在开直播。我觉得我的录制、讲解和后置能力应该也都有变好。有鉴于蛮多观众都看不懂那一部影片在说什么，以及那一部影片的呈现方式，说实话是真的蛮糟的。再加上我最高级别的会员阿伟你是鬼的会员也敲碗，希望我再讲讲更多技术分析，所以我今天打算重新制作，并搭配一些案例解析，跟大家讲讲移动平均线到底怎么运用。因为移动平均线在我的阿伟观察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它可以帮助我们投资者怎样快速的看懂这档股票的趋势，以及看出目前这只股票的压力和支撑在哪里。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的影片，也麻烦在这部影片下面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我之后在发布影片的时候，大家就不会错过了。如果你们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那我们到电脑后面，我们来讲讲这个移动平均线。那我们先讲一下它在市场的意义代表什么。移动平均线通常代表一段期间所有投资者的单位成本价。因为算法的关系，价格会随着均线上下波动，所以均线的移动方向通常也都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市场的共识。那我们来讲讲移动平均线有哪一些特性。我先看第一点，因为均线代表多数投资者一段期间的成本价。所以均线对价格常常有什么？有支撑或是压力的效果。那第二个特性是因为均线的方向代表这个市场的共识，所以均线的斜率的变化常常预示着市场的共识的转变。讲起来有点绕口，但是后面我会跟大家讲均线的算法，还有一些案例，让大家会比较好理解。那我们来看看常见的均线，主要有2种。第一种叫做简单移动平均线 （Simple Moving Average）， 也就叫做 SMA。那第二种叫做这个指数移动平均线，也就是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也叫做 EMA。那这2个均线，如果还不会设计，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这部影片里面我有提供了程式，让大家在 TradingView 上面设置均线，也有讲解3组股市上面要怎么看均线，还有抵扣价。那我们现在讲讲这个简单移动平均线，也就是 SMA。那我们这边以这个5日简单移动平均线来做举例。那5SNAT 就是今天的5日简单移动平均线。那它怎么计算？等于这个 close T 是什么？今天的收盘价，再加上这个 close T 减1，也就是昨天的收盘价。那 close T 减2就是前天、大前天，在 T 减4全部加起来除以5天5日，那你就会得到5日的移动平均，这是它的公式。那 T 你可以把它当做它是今天的日期，那 T 减1你就把它当做是昨天的日期，它的公式是这样的。好，以免大家看不懂，所以我这边就手绘了这个 K 棒，具体大家来算一下这个均线是怎么算出来的。好，先看一下这个5SNAT， 也就是今天的均线等于什么？今天的收盘价加上昨天的收盘价，再加上前天的收盘价，加 T 减3，大前天加 T 减4。那这个今天的收盘价是多少？这里1对上去，对到右边，这个是23。那 T 减1就是昨天的对上去，这里对到多少？21加上21加上19 25加上20除以5就会等于这个 21.6。那 21.6 就把它点上去，差不多在这个位置，我点了一个小黄点，这边就是这个均线。那明天的均线 T 加1怎么算？明天的收盘价加上今天的收盘价加上昨天加上前天加上大前天的收盘价相加除以5，你就会算出明天的均线。那你可以看一下明天收盘价在哪里？明天收盘价26， 1加1对上去26，在这里，对不对？所以26，那加上今天是23，刚刚算的，那这边就都一样，23、21、19加上25，
所以算出来再除以5会等于多少？会等于 22.8， 你就把它点在这里 22.8。那下面这两个我就不算了，大家再自己看一下。简单来说，点出来会在这里跟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点怎么样连接起来？像这样点它连接起来，好，均线就是这样算出各个值去把它连起来而成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简单移动平均线的斜率还有抵扣价。那我们知道要构成这个斜率，最少要有2个点嘛，像刚刚下面这边2个点可以构成一个斜率。那我们希望这个 t+1 标出来这个点比这个 t 标出来这个点还高，那会需要怎样？也就是这个5SNAT+1 要大于这个5SNAT， 也就是后面这个公式一样，下面要大于上面。那聪明的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它们有4项这个是一样的，所以你这边可以直接杠掉。结论就是什么？只要这个 close 的 t+1 要大于这个 close 的这个 t 减4，这边你就可以知道什么？简单移动平均线的斜率就是正斜率。那这边大家要记一下，如果均线是这个正斜率，那这个均线会具有支撑的效果。那你也可以再往下推演，把这边移项过来，也就是 close t+1 减 close t 减4大于0。那你再推导一下，左边跟右边都在同除以这个 close t 减4，那左边这边会等于什么？也就是会等于明天的5日涨幅。所以你现在知道了，这个涨幅如果大于0，代表什么？代表均线会是正斜率的。那你这边就可以再往下推演了。如果20日的涨幅是大于0，其实你可以推导到什么？20日的简单移动平均线的斜率是正的，也就是20日简单移动平均线具有什么支撑效果？那如果20日的涨幅是小于0，也就是20日的简单移动平均线斜率是负的，那20日简单移动平均线会有压力的效果。所以我们为了计算这个均线的斜率，所以这个均线的最后一个计算的价格就特别的重要。为了看出斜率，那我们就称这个均线最后面的这个价格叫什么？叫做抵扣价。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简单移动平均线的斜率和抵扣价，那我们要怎么用这个简单移动平均线来推演行情？好，我们这边再复习一次，明天的价格如果比均线的抵扣价还要高，代表什么？代表简单移动平均线的斜率会是正的，那均线会有支撑效果。那这边抵扣价特别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明天的价格我们不知道，但是抵扣价的运行方向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像这里抵扣价的运行方向，我们这边是可以知道的。假如我们在 t， 那我们抵扣价在哪里？在这个 t 减4这里。那假如我们在 t+1， 那抵扣价在这里。那假如 t+2 抵扣价在这里。假如在 t+3 抵扣价在这里。于是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抵扣价这个轨迹的。我们是可以看到抵扣价轨迹的。我们知道抵扣价之后会是怎么运行的。好，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去推演行情了。现在我们知道抵扣价的运行方向了。那如果之后抵扣价会往上走，那我们价格会怎样？会比抵扣价低的几率会变高。为什么？因为就算价格持平，那抵扣价往上走，那均线也有可能会怎样？会往下弯，那均线就会有压力。所以如果价格没有往上走的比抵扣价还快的话，那均线斜率就会变成负的，那均线就会有压力。那反之亦然，如果抵扣价之后往下走，那之后价格会比抵扣价高的几率会变高，因为就算价格都不动，均线的斜率还是会变成正的，均线会有支撑的效果。那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抵扣价运行方向去推演行情。好，讲完了这个简单移动平均线，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指数移动平均线 EMA。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公式，一样我们以这个5日指数移动平均线为例的话，今天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线要怎么计算？会等于今天的收盘价去乘以一个阿尔法，再加上昨天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线去乘以一个1减阿尔法。那这个阿尔法怎么计算？可以看到下面这里，这阿尔法是一个平滑的常数。它的计算方法就是2去除以这个 n+1， 我们今天用的是5日，所以 n 就是5，也就是它就是2/6的意思。那 close t 刚刚讲过是今天的收盘价，那5日的 ENAT 就是今天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线，5 ENA t 减1是什么？就是昨日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线。那 n 就代表是指几天的平均 ，t 就是日期，那 t 减1就是昨天的日期，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试算看看这个指数移动平均线。好，我们先设这个 t 减5的这个5日指数移动平均线的 t 减5的时候是等于18。那因为我们是计算5日，所以 n 就等于5。那我们可以先算出这个平滑常数2去除以这个5加1，也就是2除以6，也就是1/3。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假设这个 t 减4这天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线要怎么计算？
会等于这个 close t 减4乘以一个 alpha， 再加上5 ENA t 减5去乘以一个1减 alpha。那 close t 减4在哪里？在这边对过来，就是20去乘以这个1/3，再加上我们刚刚是加它的18去乘以2/3，那算出来就等于这个 18.67。那如果是 t 减3这天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线，那就是 close， 就是 t 减3这天的收盘价去乘以 alpha， 再加上这个5 ENA 的 t 减4，再乘以1减 alpha。那这个 close t 减3在哪里？在这里，1减3对上来这里对过去25。加的是25，那去乘以这个1/3，那再加上这个刚刚计算出来的 16.7，t 减4这天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线带过来这里，对不对？就是 18.67乘以2/3，那再算出来就是20.78。好，那再往下计算，意思是一样的，这个会对到这里，那再这样去计算下来，大家也可以自己拿纸笔算算看。好，那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指数移动平均线的斜率。那一样要计算斜率，我们需要2个点，那我们就拿5的 ENAT 还有5的 ENAT 加1，也就是明天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还有今天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那明天要大于今天，对不对？我们可以写成这样：明天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减掉今天的5日指数移动平均要干嘛？要大于0。那接下来我们把前面这个公式带下来，我们把前面这个公式带到这里。那后面的这个先维持不动，那一样怎样会变成下面这条 cos 的 t 加1乘以 alpha， 再加上5的 ENAT 乘以1减 alpha， 减掉5的 ENAT。那我们知道这个 alpha 是等于什么？因为5就等于1/3，那我们把1/3带进来，会变成这样。好，那前面这里先不用管，那我们看后面这里，对不对？5的 ENAT 乘以2/3减5的 ENAT， 减掉1倍的5的 ENAT， 所以会等于什么？会负的1/3 5的 ENAT。所以最后结论是什么？就是 close 的 t 加1要大于5的 ENAT。如果大家看不懂，算是自己拿笔写一次，应该也可以看得懂。也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看后面这里，也就是明天的价格要是比今天的指数移动平均线还高，指数移动平均线的斜率就会是正的，会具有支撑效果。所以 ENA 跟 SNA 是完全不一样的。ENA 就只要看什么？看这个收盘价有没有收在指数移动平均线上面。如果收在上面，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均线的斜率就会是正的，就会有支撑效果。好，那我们就讲完这个理论、还有公式、还有推导的部分。大家如果不懂的，我觉得可以多看几次。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实战，还有一些案例的解析。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2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8CGDSH。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好了，讲完均线的所有的观念，还有它的均线的这些特性，那我们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些案例。那我们首先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些比较错误使用均线的一些教材。好，那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台股总司令高伟老师。刚好有逼迫，想都不用想，逼迫台积电不是很会撑，不是散户大军、零股大军，对，嘎爆外资，对不对？你看这融资创新高，我的天，赔死！我直接挑战全国的分析师。你看到今天的成交量没有？新低量会有什么？新低价。台积电不是熊病，台积电对不对？不是很强，强，继续不要卖。今天台积电反弹，可是这样量能变得更小。那我问你，明天会怎么走？好，那我们先回到电脑 TradingView 的画面。我们先感谢高伟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均线错误案例的使用。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高伟老师当下是怎么推演的。我们来模拟一下，毕竟后面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了。高伟老师应该是在这一天，他直接台湾全国分析师他说什么？台积电必破，对不对？确实破了，但为什么台积电被拉回去了？你看这里看到什么？60年 A 季线，他说季线必破，但是确实破了。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是什么？均线的斜率是怎么样？季线的斜率是怎样？是正斜率，是往右上方的你可以看一下均线的抵扣价在哪里？均线的抵扣价60 MA 的抵扣价，季线的抵扣价在这里，现价比抵扣价还高，除非它台积电跌到哪里？跌到这里1475这个季线怎么样才会变成平的斜率？但它现在季线是正斜率，所以后面的故事大家应该要知道了。直接怎么样拉上去，站上哪里？站上20 MA， 但站上20 MA 会再涨吗？
不一定。为什么？你要看什么？20A 的抵扣价在哪里？抵扣价在这里，那隔天会怎样？隔天会跳到这里，抵扣价往上跳，所以现在才在这里而已。那有比抵扣价高吗？没有，所以这个20A 的斜率是什么？是负斜率，是比较灰的。我是用这样来提醒我自己的。所以我们再看一天怎么样被压回来了？为什么？因为20A 是什么？20A 这时候是压力。20A 这时候因为它是负斜率的，那抵扣价在哪里？抵扣价已经在上面这个位置了。那我们再看一天，20A 还是怎样？虽然又站上20A 了，但是抵扣价还是比现价还高，所以怎么样？20A 还是负斜率，还是有压力，还是被压回来。但你可以观察这里，未来一天抵扣价要掉到哪里？抵扣价会掉到这里，抵扣价要掉到这里。所以如果现价都不动的，那它是不是均线也会变正的？那我们就再看一天，台积电直接表态，这都不是巧合。为什么会直接表态？因为在这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一件事情，就算价格平平，均线也会变成有支撑，把台积电的价格顶上去。而且大家可以再同步关注一下，这里还有什么 ENA， 这边都有 ENA， 你自己看，打到 ENA 是都有下影。ENA 的特性是什么？在 ENA 之上，它就是有支撑的；如果在 ENA 之下，它就是有压力的。这个虚线就是20 ENA。大家也可以同步去回测一下 ，TradingView 重播，大家应该就可以去推演20年的行情。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案例，台积电的案例。之前的影片应该有教大家怎么在 TradingView 上面设置我使用的均线，但抵扣价我还没有教大家怎么设定。那这边先给大家一个简单可以推演的方法，大家可以到 TradingView 上面打开江恩跟斐波那契，找到斐波那契时区。那你从这里就可以拉出斐波那契。好，那我们一样先找下面这里有一个日期范围，看到吗？这里有个日期范围，你可以先往回拉什么20根 K 棒哦。那我们接下来再回来斐波那契，我们把这根线拉到这里。那这根线大家可能要先设定参数，它的样式你要设0、1、3、6、10，1就是1倍，3就是3倍，6就是6倍，10就是10倍。好，那上面的颜色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设置，跟对应的均线一样，那你应该会得到跟我一样斐波那契。那你这样同步，你就可以去推演抵扣价价格怎么走。像在这一天的时候，抵扣价在哪里？在这里。这个60A 抵扣价在这里，120A 抵扣价在哪里？在这里。那之后再走一根，你就可以这样去拉动，同步去看那个抵扣价的运行方向是长什么样子。那三足股市那一部影片，我应该有讲抵扣价怎么看，如何设置均线。好，接下来我们来带大家来看第二个案例，就都是我自己的直播啦。阿伟直播，我在2026年4月5号的直播留档，这时候观众 Frank 观众相当认真，他问的联发科，那我们就来看联发科我当下是怎么讲的。好，我们先看影片，看一下联发科一定财报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线型目前有一波有点危险。那我觉得已经不用卖了，联发科跌那么多，如果你现在要卖，已经不用卖了，因为它已经跌到200日 NA 了。之前上也有讲到联发科，就画了这两根线。我就说会跌到这里，这我讲联发科，大家有印象吗？应该有，但是几号？应该有讲到联发科。我说会跌到这个区间，我拉那个矩形好了，现在刚好是在这个曲线上，对，这个区间差不多。联发科已经跌到支撑了，这里会支撑，这200日这个地方会支撑。你看这已经拉一个下影线了，对不对？这里已经拉一个下影线了。联发科现在是一个不错的介入位置，虽然说它这里要交叉，但是我觉得200日 NA 基本上长期而言，在200日 NA 左右的附近加码基本上都是不是说不会亏钱，就是不会大亏。200日 NA 好不好？大家抓，你看，假如你看一下这些联发科好了，你就沿着这个200日 NA 买，200日 NA 这里，200日 NA 这里，200日 NA 这里跌穿了，所以你假如跌穿了也买了，好不好？你顶多被套在这里，但是之后会起来的，这可以拿，对不对？啊，之后又跌破，你可能要扛一下了。但是目前这个是刚走出多头的，均线都是斜率都是正的，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大家自己投资自己负责。但我认真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不错加码联发科的点位，好不好？这里不错加码联发科的点位，好不好？我就在这边讲，把字写下来好了，不然大家下次几月几号？4月5号，阿伟说可以加码。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电脑 TradingView 的画面，我们来带大家看联发科为什么我敢在这边大胆的预言，这边可能是一个抄底的点位。我看的就是这个均线这个指标。后面我相信大家也看到联发科神奇涨幅了。好，我们先回顾一下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把时间切到4月5号直播的这个时间。好，我们先看在这里120 NA 的抵扣价哪里？在这里，对不对？那干嘛？只要往下走。
所以这根紫色的线之后怎样会往上翘，会变成那现在已经正斜率，但是往下走的抵扣价会把均线怎样？会把均线往上带，就算价格平平的，也可以把均线往上带。那200在这里之后，还会在这个低位这里盘旋。那现价有没有高于现价在这里？有没有高于120跟200日的 NA 的抵扣价？有，所以这个均线200跟120也都是会有支撑的。那再往上看，这边60是不是也是亮黄色的？60年的抵扣价在哪里？在这里，对不对？之后在这边走，现价还是比这个60年抵扣价还高，所以这里也有支撑。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联发科价格的走势，直接往上跳，有没有？我说这边有支撑，为什么？因为2根均线都是有支撑功能的，所以就把价格往上带了。那在这里往后面带，这里20年 A 可以看一下它的抵扣价，20年 A 抵扣价掉到这里，那之后会跳上去再走下来。所以我们等看到20年 A 拐头吗？还没，抵扣价在这里，再按一根到这里。20年 A 拐头了吗？还没。20年 A 接下来从这里之后抵扣价要往下走，所以20年 A 之后怎样会变成正斜率？那我们再往后看到这里就变成正斜率了，对不对？抵扣价在哪里？抵扣价这时候已经在这里了，那现价已经比抵扣价还高了，所以后面这里20年 A 多出了这个支撑效果，所以就把价格顶上去了。好，那这个就是联发科的案例，大家可以再去一样。用这个 TradingView 这个重播功能，把价格切到这里，用这个抵扣价自己去拉看均线和抵扣价，自己去看看那个行情是怎么推演的。好，那这个就是第2个案例，联发科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你有用过吗？ 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升级到 Essential，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 只要$15，用我的专属连结，我直接再送你$15，让你再订阅1个月，还不赶快把握优惠？好，那接下来我带大家看第3个案例，也是我自己的直播，在2026年4月6号的这个直播留档。下面有时间轴，大家也看一下。有观众问的这个 Marvel 是这个 King Kong Tiger， 他问的 Marvel 这张股票。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当下是怎么说的。先看一下，基本上从这里算开始，但这里对我来说其实不算开始，正常真的从算开始算这里。为什么？因为我说我要看到200日均线要干嘛？要是正斜率，可以看一下下面这里。对我来说，它从这里之后才算开始，200日基本之前都在下面，从这里才算开始。目前均线看起来全部都打开了，准备这也是可以刚开始进去开始追的时间。这个 Marvel 也是刚开始可以进去追，这里刚双交叉上穿200日 NA， 基本上这也刚开始就可以追，而且这个打底算打很久，打了那么长一段就可以追 Marvel， 不错。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电脑 TradingView 的画面，那时候我说 Marvel 从哪里开始？我们把它截到这里。我说从这里100、200日 NA 的抵扣价在哪边？抵扣价在哪里？大家应该看得到，200日 NA 的抵扣价在这里。那之后要怎样？要掉下来。所以这个200日 NA 的均线怎么样？之后会翻正。所以我说从这边之后会开始，有没有？这边就翻正了。200日 NA 的抵扣价掉到这里，这一根大跳跃下来，这时候200日 NA 已经变成了支撑。所以我说这个地方可以开始去关注 Marvel 这张股票，因为它的支撑变多，而且200日均线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它之前不一定有支撑的时候，这里怎样都会把价格120把它压下来，200日把它压下来，这边都站不上去。虽然站上去，很容易还是会被均线拉回来。所以从这里200日 NA 已经变成多头后，就可以去关注了。那我相信后面大家都看到了，就从这边之后200日变成了支撑。所以它之后只要跌回来或跌破，大家都不用怕，只要去买就好。这边低点加码位置，那为什么这边没有涨？为什么这里都在这边买了？为什么还没有涨？因为上面60跟20的 MA 怎么样？都是负斜率的，黄色跟白色都是暗黄色跟这个暗灰色，所以这边都怎样？这边都会把价格一个往下带。从哪边之后，它变成了正斜率，从这里跳上去了。这一天大家有看到吗？3月6号。价格站上了60 NA， 同时60 NA 怎么样？抵扣价也翻正。那从观众在差不多这边问我的，我就说这里可以追了。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它所有的均线都已经整理到了什么正斜率，都已经整理到了正斜率，而且 ENA、MA 都是正斜率，而且都是具有支撑效果。这边下面
地板超硬，基本上你这边买要再跌下来的几率已经很低了，要把均线跌坏可能性已经很低了，所以这里我就觉得要表态了。我那时候说这个 Marvel 可以追了，那后面相信大家应该也有看到这个股价涨幅。好，那以上就是第3个案例讲完了。从前面我们先讲均线，就是简单移动平均线跟指数移动平均线的公式，还有价格计算，还有它的特性，还有就怎么运用它来推演行情，它的斜率怎么看，这些我觉得我在前面都有讲清清楚楚了。那后面我们也搭配了3个案例，分别是台积电、联发科，还有第3个 Marvel。这3个案例我也讲了，我怎么运用这个均线来推演行情。我也跟大家说，可以去拉斐波那契的时区，去设定1、3、6、10，去搭配什么？去拉斐波那契跟均线来观察均线斜率的变化。抵扣价要是往下掉，就容易把价格顶上来。那有一个斜率为正的均线就会有支撑效果，就算它破均线，跌破正斜率的均线，还是一样会把价格给往回带。这个是运用均线非常重要的观念。那 ENA 就简单一点，就是所见即所得。只要在 ENA 之上 ，ENA 有支撑；在 ENA 之下，均线就是没有支撑。那为什么我会用这2组均线来确认行情？因为常常是会被骗线的。后面我会讲怎么运用均线来看现在价格的趋势的转折，这个我放在下一支影片讲，就是怎么看破线、看拐头，怎么看交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放在下一期讲，不然本期的内容会有一点太长。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均线的教学，我觉得应该有比之前那一部讲均线讲得还好了。如果大家还有不懂的，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面留言，可以询问，我看到我应该都是会回答的。现在每周3跟每周日晚上8点45分，我也会在我的频道直播。那时候如果你有想问的股票，你想要看它均线怎么推演，也可以在那个时间来同步问我。好啦，那这集拍得有点长，我相信大家有耐心看完。如果看不懂多看几次，或在下面留言。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期再见。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觉得有帮助，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详细的会员分几项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